我们全都是隐形富豪，我们有着天才大师加上富豪企业家所有的特质，带着最新鲜的空气给身体运输营养，肯定特别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呢？返老还童。所以灵性高的人看上去年轻，特别适合许愿祈祷，显化能力、显化速度是平时的10倍。Hello， 我是046。你会在凌晨3点到5点这段时间莫名的、没有来由的就醒过来吗？失眠的人连做噩梦的资格都没有。与其被动失眠，不如主动熬夜。尝试过，我会发现，熬夜和失眠这2件事并不冲突。如果你也是在凌晨3点到5点这段时间经常的失眠，那么恭喜你，你非常健康。一切花里胡哨的现象背后都有它送给你的特殊意义。首先得排除猫抓狗叫、闹肚子、感冒等一系列外在环境造成的和我们真的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去医院检查，确实我们的身体没出现任何状况，那么宇宙当中不存在巧合。即使真的有巧合，那么反复出现的巧合还能是巧合吗？这时候我们就会好奇了，啥毛病呢？而这恰恰就是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醒来的原因之一。就好像一个陷入在感情纠葛的人频繁的发着动态换着头像，这不过就是吸引我们的小花招而已。在我们把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原因都尝试一遍之后，最后我们终将殊途同归，走上同一条路，上网查。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大家都是会在这个时间醒过来，捎带手的把旁边人背给掀起来。开玩笑的，在这个时间段醒过来的人是有着高度的灵感、高度敏感的人。一个高度灵感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残忍的人。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而这个灵感、这个敏感是感觉到了什么呢？在凌晨3点到5点的这段时间，是我们待的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距离最近、界限最模糊的时间。什么叫做觉醒？一个时间段的结束，另一个时间段的开始，中间这个交接的这个点就叫做觉醒。凌晨3点到5点正好是阴气逐渐开始衰退，阳气逐渐上升的时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现在的这个时间是从双鱼座过渡到水瓶座的时间，也属于一个觉醒的时间点，也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凌晨的这段时间醒过来。而你并不是一个人。为什么这段时间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距离最近、界限最模糊的呢？在这期我们聊过，冥想啊、深度睡眠啊，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更高的精神的世界。占一定比例的大多数人都进入了睡眠的这段时间，我们物质世界的整体的，不管是集体能量啊、振动频率啊，都变得更高，距离又变得更近。在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许愿祈祷，显化能力、显化速度是平时的10倍。因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距离变得非常近，界限变得模糊，所以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祈祷就更容易进入到更高的精神世界。什么？你说神啊、造物主啊，能听到我们的愿望吗？就这么说吧，就这个点跟你一个时区的，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睡着了，不会去许愿。就从概率的角度上来讲，你的愿望也更容易被听到啊。同样的，从精神世界回到现实当中的应验啊、显化呀、速度、精准度啊，也是更快的。可以感觉到这是双向的，我们不但可以许愿啊、祈祷啊、提问啊，更有可能的是精神世界要给我们一些提示的信息。假如你想和人聊天，你会在什么时候跟他聊天？是会在他特别忙的时候，还是会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当然是在一天当中最安静、没有人打扰他的时候。那还有比这个时间点更合适的时间吗？就是说，假如我要在这个时间段醒来，静静的聆听，可能会听到宇宙啊，来自精神世界告诉我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反推，是不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做的梦更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更容易做预知梦，或者是更容易梦到我们逝去的家人。他要在别的时间点告诉我们点重要信息，也确实记不住。我梦到我逝去的家人都会在我快起床的时间，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他们过得怎么样啊，他们需要什么呀，或者是对我们这边给他的安排的不满意，他都会告诉我，或者是我即将遭遇到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以我的经验说啊，你说我们
死去的家人要来找我们，告诉我们一些信息。他得等我们睡觉了，等着我们最后一个梦入梦，告诉我们信息。他会跟我们说，你今年特别好，你要发大财，你要做大运，这么费劲的过来，就为了告诉我们将过得有多好。可能吗？也许可能吧，但我觉得概率不大，反而是告诉我们一些大事儿，一些不那么好的事儿，一些要让我们尽量避免的事儿，它可能性会更大一些。2-3年前吧，我连续2个多月一直都在梦到我姥爷，就烧纸了也不好使。但我那年不懂啊，我还是傻傻的坚信我那年肯定会发笔横财，横财真的没有，那年过得老惨。在印度瑜伽中管这个时间叫布拉玛马赫塔姆，布拉玛是梵天，马赫塔姆是时间，意思就是梵天的时间。梵天是创造之神，也可以理解为创造的时间。很多畅销书、很多流行歌曲、很多科学研究都是在这个时间点被制造出来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失眠的人不一定全是天才，但天才一定失眠。一时间我听不出来这句话是夸人还是骂人呢？印度的瑜伽是认为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冥想更容易进入深度的冥想状态，这我能理解。就这时间段你想睡都费劲，而冥想又是一个特别容易睡着的事儿，就没有比这个时间更适合冥想的了。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学的时候第一堂课一般都是数学课的原因。在这个时间段起床也证明我们的身体太健康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就是大自然的昼夜节律，自然界的花草动物植物也都是这个时间段起床。可能吧，很少会有人去养公鸡，但公鸡打鸣就在这个时间，它不是天亮了打鸣，属实是冤枉人家周扒皮了。周扒皮是小说《半夜鸡叫》里的反派人物，他为了让他过来的长工人往死里用，他就会半夜起来学鸡叫。2009年，周扒皮后人废其实也。总之，这个时间段就是宇宙的生物钟，那说明啥？我们跟宇宙的频率节奏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段时间叫做寅时，寅时肺经当令，啥意思呢？就是肺经开始起床干活了。干什么活呢？肺主百脉，就是肺开始往身体各个部门运输营养。而我们什么时候能感觉到肺在活动，肺在运动？就是呼吸的时候，正好就这时候空气都特别新鲜，还没被污染，带着最新鲜的空气给身体运输营养，肯定特别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呢？返老还童，真的假的？我们衰老的最大元凶是自由基，这段时间褪黑激素分泌量是最大的，褪黑激素专杀自由基，经常在这个时间段醒过来，就像练肌肉一样，松果体更发达，分泌的褪黑激素更多，人就变得更年轻。道家一直是讲究这些返老还童啊，修炼内丹啊，所以道士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起床上香打坐。另外说一个褪黑素的小知识，褪黑素为啥叫褪黑素？因为它可以使产生黑色素的细胞发亮，所以叫褪黑素。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推理？灵性高的人在这时间段醒，分泌大量褪黑激素，看上去年轻，所以灵性高的人看上去年轻。不对呀，出马仙不是也可以跟灵界沟通吗？也没有看到那么强烈的年龄反差呀。那我只能理解为那种靠外力介入的跟灵界沟通的能力，不是自己练出来的，不算吧。佛说，乃至中夜，厌右斜而卧，至于后夜，便起思维，若醒若坐，常念一心。这里的中夜是指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后夜指的是凌晨2点到早上6点。说的意思就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的这段时间朝右侧睡觉，凌晨2点到6点这段时间思考宇宙的真实智慧。所以好多寺庙都在3点起来做早课，10点到11点，11点到12点，12点到1点，1点到2点，就睡4个点，少了点吧？不对，你看啊，好多富豪啊、企业家呀，起得特别早，而且还睡得特别多。我就一直好奇，他们不困吗？可能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秘密。不过不要紧，我们全都是隐形富豪。我们有着天才大师加上富豪企业家所有的特质，他们都得定到0才能起来，就咱们想睡都费劲。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